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成功进入八品炼药师，一记魂手印逼退熊战，单界关闭在即，萧炎卡点出场。单会的最后一轮比试没有规则限制，只需参赛者将最拿手的丹药炼制而出即可。上千人同时升顶的场景还是十分壮观的，再加上五颜六色的火焰，那叫一个好看。又换回伪装的木谷老人有意嘚瑟一把，将深蓝色的海心焰拧成一条火蛇，盘旋在其周身，享受着众多火焰的朝拜。萧炎看不惯他嘚瑟的样子，直接将琉璃莲心火拧成火龙，冲着海心焰咆哮。这针对性攻击给海心焰吓得直接钻进木谷老人的掌心。木谷老人暗恨，却不敢做些什么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开始炼丹。而萧炎稳了稳心神后，也开始炼制生骨融血丹了。这场比赛整整持续了半个月，期间不断有人成丹，有人炸炉，就连萧炎在此期间也炼废了一副药材。不过终于还是到了最终时刻，宋清在最后的10几人中率先炼制出了7品顶峰的丹药。仅10分钟后，9枚7品高级的丹药同时诞生，宋清高兴坏了，他觉得自己十分的光荣。只是这份光荣没能持续多久，单纯的8品丹药就出炉了，而且还引动了2色雷云。要知道，8品丹药在如今的丹药世界中已经能够算作金字塔顶尖的级别。8品丹药以丹雷颜色识品质，引动的丹雷颜色越多，品质越好。这一比较之下，宋清就是个渣儿。继丹成之后，妖女曹颖也丹成了，她直接引动了3色雷云。虽然第3色极淡，宋清心里那叫一个挫败，不过想到还有萧炎给他垫底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。可惜天空上那耀眼到极致的3色雷云，就像一个响亮的巴掌甩在了宋清的脸上。萧炎之后，清华老怪和木谷老人也相继凝丹。清华老怪的丹雷与萧炎不分上下，而木谷老人却是在凝丹之时气息泄露，直接掉了马甲。丹塔3巨头瞬间就察觉到了，只是玄空子、美妇人与那黑老头3人碍于丹塔的规矩，并不能拿木谷怎么样。更绝望的是，木谷老人还引动了4色丹雷。要知道，若是魂殿的人得了魁首，丹塔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名声。玄空子当即就想不管不顾的弄死木谷，旁边的黑老头及时制止了他。美妇人也道，此时出手必将引起大战，现在与魂殿开战不是明智之举。此时的木谷老人张狂得很，得意的大笑声响彻天际，完了不忘挑衅道，这丹会的冠军之位是魂殿的了。广场上的众人一听这话，气愤极了。曹颖愤怒之余，目光却是不自觉地转向萧炎所在。只见萧炎一脸的迟疑，仿佛在犹豫着什么。他一定有办法。抱着哪怕成功几率很小，但也一定要让他试一试的心态，曹颖大声喝道：“萧炎，是个男人你就彻底的出手！”这突兀的喝声一响起，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萧炎的身上。萧炎愣了，木谷笑了。他不认为萧炎有翻盘的机会，他甚至十分自傲地表示，就算是药尘那个老混蛋来了，自己也不会将其放在眼中。萧炎一听这话，本来还有些犹豫的心彻底定了下来。干他丫的！药老当年留下的巨大宝藏中有一炼丹绝学，韩风都未曾接触过。该绝学名为生灵，以萧炎现在的实力施展该绝学是十分勉强的，但药老的脸不能丢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完成最后一步，血迹连归，萧炎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。不过生灵的效果是很喜人的，萧炎头顶的3色丹雷直接变成了5色。见状，场中所有人都是知道这一届的丹会胜局已定。今日之后，萧炎之名将会彻彻底底的响彻整个中州。玄空子与药老当年的弟子之约也算是输得彻底。与众人的感慨、震撼与羡慕不同，木谷老人恨毒了萧炎。可就在他心中的杀意抵达顶点时，玄空子冰冷的目光惊醒了他。但即便现在杀不得，也不妨碍木谷密语冲着萧炎放狠话。接收到言语诅咒的萧炎笑了，当着众人的面伸出大拇指，冲着木谷老人，然后轻轻朝下，同时密语回击道：“你还没那资格让老师出手。”这下给木谷老人气的当下就是一口鲜血喷吐而出。不过吐完鲜血的木谷老人却是恶毒的笑了。萧炎的丹药炼出来又如何？以萧炎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可能扛下天雷。而若是萧炎没能接住丹雷保住丹药，第1名就还是他的。打着这样的算盘，木谷老人等着看萧炎的笑话。可惜注定要让他失望了。先前被揍得已经不成人样的地妖魁正嗷嗷待哺呢。萧炎完全没在怕的，看着地妖魁在雷电的洗礼下越来越璀璨，木谷老人只恨自己在丹界中下手没有再重那么一点点，彻底废掉地妖魁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五色丹雷的暴动足足持续了将近10来分钟。眼看着这傀儡越劈越闪亮，雷云怒了，谁还没有个脾气了？联合在场的所有丹雷，照着地妖魁就是一顿猛劈。木谷很期待地妖魁被劈烂，萧炎被劈死的一幕。萧炎看着眼前逐渐变成金色的地妖魁，只有兴奋。又是10来分钟后，丹雷发现自己真干不动了，就散去了。地妖魁也不负萧炎的期望，变成了纯金色的天妖魁，手掌轻拍了拍天妖魁的肩膀。萧炎微微一笑，又多了一张保命底牌，真好。此时玄空子缓缓走出一步，朗声表示丹雷已散，诸位参赛者可以将炼制好的丹药取出了。闻言，众人齐齐开鼎。丹药出炉的那一刻，这片天地的丹香瞬间变得浓郁。5枚8品丹药立于7品高级丹药上方处，曹颖与丹晨的丹药灵性雾气分别凝成了狐狸与兔子，清华老怪与木谷老人分别凝成了熊形和虎形。小老虎很有个性，冲着萧炎的生骨融血丹就是一通咆哮。只是这咆哮声还没落下，就被萧炎的灵气小龙一尾巴抽飞了。丹药以灵为尊，冠军之位毋庸置疑。玄空子宣布完萧炎是这一届丹会的最终冠军后，震耳欲聋的欢呼之声响彻而起。此时身处石台居高临下的萧炎在心里暗暗道：老师，弟子没有丢您的脸。另一边的木谷老人却是连眼睛都气得通红，可他除了传音咒骂萧炎之外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得到本应该是属于他的冠军礼物，一卷来自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。萧炎收下卷轴之后，冲着玄空子抱拳行了一礼。玄空子笑了笑，随后宣布完2日之后星域开启，进入丹会前10者皆是有机会进入其中，降服3000焰炎火，就离开了现场，将广场的躁动甩在了身后。至此，丹会彻底落幕，不死之火的争夺正式开幕。1天后，萧炎被召进了丹塔顶层，曹颖、丹晨、宋清等人都在。召唤他们的正是丹塔3巨头。玄空子很是热情地为萧炎介绍起了旁边的美妇人玄一会长。玄空子声称他与药老关系不浅，萧炎可以叫他一声玄姨。另一位则是天雷子会长。萧炎不确定地叫了一声玄姨后，玄一瞬间就红了脸。萧炎一看这情况，默默地在心里吐槽：老师当年留了不少情啊。又跟天雷子会长行过礼后，玄空子才开始说正事儿。玄空子担心魂殿的人会趁着这次进入丹域的机会破坏3000焰炎火的封印。3000焰炎火一旦脱离封印，定然会毁灭圣丹城。而星域开启之时，玄空子3人必须在外维持星域的封印。为了防止魂殿搞事情，玄空子将4枚玉珠交给了萧炎一行人。一旦有不对的苗头，他们只要捏碎此珠，丹塔的强者就会迅速前来援助。萧炎几人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纷纷点头表示知晓。玄空子又同几人谈了一些具体细节之后，就让几人离开了。萧炎准备回房间，曹颖却是非要同他肩并肩。面对这只祸国殃民的狐狸精的突然示好，萧炎有些纳闷，下意识的就想避开。然而哪里是那么好避的？最终他们还是肩并肩了。一路上，曹颖不断的在身旁轻声细语的询问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偶尔还会掩嘴轻笑，宛如2人关系极好。萧炎却是浑身不得劲儿，好不容易熬到房间门口了，房间门却是突然打开了。小医仙见萧炎居然与曹颖在一起，有些不解，但面上不显。萧炎却是眼睛一亮，暗戳戳的给小医仙使眼色。接收到救命信号的小医仙觉得有些好笑，不过戏还是要演的。两女一对上就是十分友好的握手以及自我介绍。曹颖有几分诧异的表示，自己只是顺路同萧炎一起回来，你不会这么小气的介意什么哦？小医仙听到这话就知道曹颖是把自己当正式挤兑了，心中其实是有些高兴的，于是笑得十分真诚的表示，不过是同无关紧要的人闲聊，没什么好介意的。现如今还有人等着萧炎，你就快点走吧，欢迎以后多来玩。曹颖笑盈盈的表示，一定。小医仙见状也是微微一笑，然后挽着萧炎的手臂就进了房间。望着紧闭的房门，曹颖这才收起了笑脸，冷哼一声后，在心里暗暗道，萧炎，你可逃不出本小姐的手心。房间内，小医仙飞快的就抽回了手，转过身去。萧炎看着那绯红的耳垂，没忍住笑了，你还敢笑，净在外面沾花惹草。小医仙有些羞恼，沾花惹草你也管啊？萧炎笑着道。小医仙俏脸微红，赶忙找了个借口道，薰儿走之前说让我看着你的。萧炎笑得更放肆了，萧炎，你竟敢调戏小医仙姐姐，以后我定跟彩铃姐姐说，当年离开时她也嘱咐过我，如果看见你跟别的女人勾搭，就把你给剁了。一道娇笑声突然响起，给萧炎惊了一跳，急忙转过头，就见紫妍坐在窗户处晃着双腿。剁了，这很彩铃。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后，问起了紫妍，熊战怎么没来？紫妍表示他被安排在丹塔外面了，这里他进不来，自己前来也是为了助萧炎一臂之力。
萧炎与小医仙见他做出一副老气横生的样子，都是忍不住的失笑。紫妍有些恼怒的表示，若非有自己帮忙，他敢保证3000焰野火，萧炎绝对没戏。萧炎见他如此笃定，面色变得凝重了许多。紫妍其实所言非虚，要知道连丹塔3巨头都没能拿下3000焰野火，萧炎一行人去更不可能强行收服，不过是去试试运气罢了。可现在的3000焰野火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灵智，怎么可能会自愿被别人吸收？萧炎想知道紫妍是不是真的有办法。紫妍表示，只要萧炎以后每天给自己炼制一株从熊战那里拿来的药材，一切好说。萧炎自然是没有不同意的。得到承诺之后，紫妍很是开心，站直了身子就拧出一条半尺长的紫龙，正是那3000焰野火的缩小版。萧炎顿了顿，他一直以来的猜测算是得到了一种证实。紫妍从未见过3000焰野火，为何他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能够以天妖皇族这等远古异兽为食的魔兽，除了那太虚古龙之外，还能有何物？而太虚古龙擅长空间穿梭，紫妍也符合。紫妍的本体身份应该正是太虚古龙，只是这3000焰野火为何是龙血？莫不是与太虚古龙一族有关？萧炎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。这3000焰野火其实是古龙一族养的，在3000焰野火还是雏形的时候，紫妍族中的前辈就在3000焰野火体内留下一道龙印，只是那位前辈在一次空间旅行之中彻底失去了音信，想来是凶多吉少。紫妍这次前来就是为了给萧炎种上龙印，只要萧炎将玉瓶内的那滴古龙血涂在3000焰野火额头上，隐藏在其体内的龙印便是会被激活。只是龙印一旦激活，不是萧炎控制它，就是他控制萧炎，所以萧炎最好等到3000焰野火重伤的时候使用。小医仙只觉得紫妍出的是馊主意，可修行之路本就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。轻瞪了一眼一旁的紫妍之后，小医仙也没有说什么。时光飞逝，万众期待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能看到这里了，给您来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仔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